但是这种情况，我在那上2个星期班之后，我就感觉啊，每天对着一个机器，就是按开关、开关、开关，就这种。我感觉我的人生那时候还小嘛，就感觉我的人生不能就这样完了吧。我就看电视、电影那种，我的天哪，东京啊那种繁华，那种高楼大厦，那种世界时尚，整个亚洲的时尚圈比较牛的那种啊，比较牛的那种感受。就是第一次见到我老婆，就感觉是那种叫什么，一见钟情那种感觉。结婚了，咱们要给人家幸福嘛，不能让人家为了咱们的幸福而努力。来留学的人都经历过那段，就是交流没法交流那种感觉吧，特别难。我来半年就差点抑郁的那种。对，我老婆第一次见鸡爪子的时候吓得不行，这因为你把鸡爪子煮完之后，鸡爪子本来是特别柔软，就是特别顺那种感觉啊。你煮完之后，它啪滋楞起来那种感觉。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就是羊肉，煮了一锅羊肉，我老婆上来一句：“咱们家怎么有股动物园味儿？”有一个对于日本人来说非常厉害的一个技能，他学会了，就是日本人不吃瓜子儿。然后所有瓜子都是可以仓鼠吃的。我觉得所有的工作只要是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挣钱，我觉得工作没有什么高尚还是低贱之分吧。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坤。非常感谢这个日本新体验今天采访我。怎么说呢？我是来自中国的河南，然后来日本也有大概今年第12个年头了吧。在日本也怎么说，经历过很多好的事和不好的事吧。反正今天那个采访的时候，咱们就随便聊一聊这些关于这些好的事还是不好的事，在日本这10几年的经历吧。我大概是2011年3月份来的日本，然后当时我记得特别深刻的就是大地震嘛，地震过完1星期之后我到的日本吧，那个我记得特别清。关于为什么要来日本这个话题怎么说呢？我最开始在国内上的是一个叫就是工科类的学校，然后我在毕业之前就已经找到工作了。工作总体来说还行，还可以，工资那个时候也算是可以了，一个月4000多块钱。但是我上班之前，就是毕业之前已经找到工作了，我去等于是半工半读正式工。但是这种情况，我在那上2个星期班之后，我就感觉啊，每天对着一个机器，就是按开关、开关、开关，就这种。我感觉我的人生那时候还小嘛，就感觉我的人生不能就这样完了吧。正好那时候有一个朋友，他说好久没见他了，我说问他在干嘛，他说在学日语。我一听，我学日语肯定是留学吗？他说是啊。我说日语班怎么样？他说是自己家亲戚开的一个班。我说那行吧，那这样的话，我也去吧。然后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怎么说，非常非正式的，就是聊了2句，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学的日语，然后1年之后，然后就来了日本，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吧。也当时没有说是一定要选择日本还是怎么回事，因为当时对我来说就2条路，一个就是继续上那个自己讨厌那个不喜欢那个工作，要么就是来日本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环境吧，就这2条路。当时我选的是第2条路。我爸妈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那种感觉。只要你有这个想法，然后出去闯一闯，出去看一看也是很好的。因为怎么说呢？不管是怎么说好的经历还是坏的经历吧，只要你经历过了，对你的人生会有帮助。这是我爸妈当时的想法吧。当时上飞机之前呢，跟我想象，我就看电视电影那种，我的天哪，东京啊那种繁华，那种高楼大厦，那种世界时尚，整个亚洲的时尚圈比较
比较牛的那种啊，比较牛的那种感受。但是我到的地方是我夜里9点多快10点的时候到的日本，然后在机场的话也是灯火辉煌嘛，灯火辉明嘛。但是就是出完机场之后，朋友就是开车带我们去，把我们带到我们住的地方，然后走那路上，因为新奇嘛，然后就不会觉得哎呀困的想睡觉啊，就是想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街景。没想到开车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最后他们告诉我到地儿了，我一看，我的天哪！还没有我说实话啊，给我的感觉就是还没有我在的小县城那种灯光啊亮啊，还有房子的建筑啊好高楼啊，还没有那种感觉啊，真的是给我的就是心里的反差非常大吧。我是来留学，当时来是留学，然后有一个学校就是我上的高田短期大学，然后那个学校就3个专业，一个是幼儿教育，一个是那个叫什么叫介护福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计算机。然后留学生只能选2个，一个就是幼儿一个是介护教育，一个是就是计算机。然后我选的是介护，因为当时来之前要先选好专业嘛，因为我想着是以后中国的话会有老龄化社会嘛，就是想着以后就是学完之后上研究生，然后回去能当个老师，或者是自己开个养老院，当时是这样一个想法。这说的话，说到这就要说到我老婆了啊。我是上一个高田短大是2年嘛，它是短期大学2年制毕业之后，然后学校推荐，然后去上了一个日本复制大学，是4年制的本科。然后当时在本科的时候认识我老婆，哎，那时候那叫我的爱情不能说我的爱情啊，就是第一次见到我老婆就感觉是那种叫什么一见钟情那种感觉。然后毕业之后，我本来是打算考研究生的，然后因为我是全部都所有的学费啊生活费啊基本上都是自己努力的，包括学校的减免包括自己打工啊，几乎是自己全部都弄下来了，然后没再问家里要钱吧。但是就因为这种原因造成就是我觉得特别累嘛，因为还要去工作呀，还要去学习呀，然后特别累，所以我自己也不太想。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一个孩子啊，不是孩子，一个人啊。然后自己也不想学习了，正好遇到一个老婆，当时就是2条路嘛，要么就是上大学院，要么就是回国。最后跟我老婆商量，跟我老婆的家人也商量一下，我们俩结婚了。结婚之后我就选择他们，就是我老婆的父亲，就是当时就说，因为他家孩子不会日语嘛，说跟我一块去中国的话也能去，但是有点太受罪太受苦。并不是说中国的环境不好还是咋回事啊，就是说怎么说语言交流不行的话，你怎么说？因为我受过那苦啊，来留学的人都经历过那段就是没法交流那种感觉吧，特别难。我来半年就差点抑郁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我明白那种苦，所以我想一想也是啊，结婚了咱们要给人家幸福嘛，不能让人家为了咱们的幸福而努力，咱们要把他做他想要的幸福带给他。当时我这样想的，所以我想那就留下来工作吧，那就一干就干了7、8年吧，到现在。就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刚来日本的时候特别困难，那时候日语也不好，然后跟就周围的朋友也不多，就是一块来日本的朋友就几个人一起来，然后他们都要，因为都是工读生嘛，都要半工半读，大家平常就是忙着去打工啊，去上课呀，课也有时候不一样。然后我休息的时候他们在忙着，他休息的时候我在忙着，所以那时候就是没有朋友。自己说的日语，在国内虽然说考的成绩还不错，但是书面和实际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当时也交不到朋友，就在学校没有朋友，我说的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我听不懂，真的前半年我真的是差点就抑郁了。
我就干啥就感觉就是没精神劲儿那种感觉，对，然后就是想躺平睡觉，就那种感觉，但是还是坚持下来了。后来因为我是学的是介护类嘛，就是养老那个方面的，然后我们学校把我们介绍了一个工作，就是去养老院打工，暑假。然后那个暑假，我在那个干了1个半月。那1个半月结束之后，我再回学校去上课。哎呀，我们学校的老师还有同学都特别震惊，说：“哎，你说的我能听懂了。”我说的你说的我也能听懂了。然后从那开始就开始，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事都顺起来了吧。然后交到朋友了，也能跟日本人交流的特别多，不管好的事还是坏的事嘛。然后也经历了很多，那时候感觉从那之后开始，包括我，去上，就说那个去三年级编入，就是算是专升本吧，也是特别顺利的，一次考就过了。然后包括毕业也全部都是一次考试都全部都过了，没有说留年的学分不够啊之类的。然后包括后来自己找工作干嘛的都是特别顺。我俩相对方来说都是外国人，然后当然思想方式啊，还有生活习惯有很大的不一样嘛。然后当时我们俩就是那时候没有说结婚的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因为就会知道啊，一定要体谅对方，要去尝试去理解对方。当时怎么说？关于思想观念，说有吧也有，说没有吧也是那啥吧，也是不可能的。怎么说呢？在我的观念中啊，我俩因为思想方向，因为国家跟国家的不一样，而且就是考虑方式不一样，这个倒是几乎是微乎其微吧。然后就是生活习惯有很大的不同，就比方说，中国我在国内喜欢啃个猪蹄儿啊，吃个鸡爪子啊，下个酒啊之类的，然后还有，对。我老婆第一次见鸡爪子的时候吓得不行，是因为你把鸡爪子煮完之后，鸡爪子本来是特别柔软，就是特别顺那种感觉啊，你煮完之后它叭滋楞起来那种感觉，他就看着特别害怕，然后说这东西能吃吗？然后几乎是没有，就一张皮嘛，对咱们来说吃鸡爪子就为了吃那个味儿嘛，吃那个皮吃那个味儿嘛，并不是说为了吃肉。但是日本人他们的饮食习惯，就是除了那种排骨啊之类特别大块的骨头的话会有，像那种小骨头，日本做的特别精细化嘛。鸡肉的话卖鸡脯肉、鸡胸肉，基本上都是剔骨肉，所以这个反正饮食方面吧影响非常大。而且还有就是我自己也是做博主嘛，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就是羊肉，煮了一锅羊肉。我老婆上来一句：“咱们家怎么有股动物园味儿？”我说：“动物园味儿是什么味儿？”当时就是有动物的感觉。然后反正就饮食习惯上，差距大的地方特别多吧。最后吃习惯之后啊，我就用各种方式做羊肉，比如说煮的，比如说烤的。比如说就是清水煮，还有就是炖汤那种，各种各样做好几次之后，我老婆就说，有时候会要求说，哎，买点羊肉咱们吃一点吧。所以有这话证明一个事儿啊，那个事儿叫做怎么说叫，没有不好的食材，只有不会做的厨子。去过，我老婆是跟我一起去过3次吧。河南也去过，上海也去过，北京也去过。给她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就是整体，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特别是我们河南老家嘛，我喜欢吃的东西，因为对于我来说好久没回国了，然后肯定是首要任务，第一是见父母，第二是去吃美食，跟朋友交流嘛，然后带他去吃饭干嘛的，真的是特别喜欢。就是河南菜呀，比如说我们河南烩面，还有胡辣汤之类的，特别喜欢。而且特别是有一个对于日本人来说非常
厉害的一个技能，他学会了，就是日本人不吃瓜子儿，然后说瓜子儿都是给仓鼠吃的，然后因为他跟我一块回家的时候是过年的时候回去的，然后他不会说中文，然后来了一家亲戚就在那儿聊天啊干嘛，他不会说中文，没事干，就是在摸索着学习嗑瓜子儿，最后把这个技能练成了。然后我每次后来我就来日本之后也带瓜子儿跟日本朋友一块吃啊干嘛的，然后我老婆就跟她的朋友炫技说，哎你那不对，看我给你嗑一个。就这种感觉。我是做养老的，养老行业的，然后养老也分得特别细，日本的养老分得特别细，然后我是做那个其中一个叫做高龄者，就是有服务的高龄者公寓，应该用翻译成中文应该这样说吧。然后我在里边就是我换了一个新工资，今年是第3个年头，然后我在里边算是管理层吧，算是管理者，一个事务所的管理者。工资的话也就日元的话，说实话不算高，大概30万左右吧，日元。我在这个养老院的话，因为它是叫有服务的高龄老人公寓，然后我的具体内容我做的就是访问就是就是因为老人们要自己，因为等于是他们自己的房子嘛，我们要去找人给他打扫卫生啊干嘛的。我的任务就是每个月不是每天，比如说你需要哪天服务，我就派人去给你打扫卫生，你需要洗澡，我就派人去给你洗澡。然后我这边，然后到每个月底的话，就会做一些叫什么就是叫请求应算账。该问家人要钱，不是这话说的有点那啥了啊。该问家里就是那个申请款项，或者是问政府申请款项，然后就做这个具体的工作吧，算是。然后平时比如说人不够的话，我也会去现场帮忙，就是去帮他们打扫卫生啊之类，也会做这个事儿，也会帮忙。我觉得就是思想观念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很多人就觉得，特别是国内的一些人觉得，就是一说的养老，他们觉得是特别低等的工作，特别下等的工作，就感觉就是怎么说呢？我没有说就是那个环保工人就是不好的意思啊。我觉得所有的工作只要是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挣钱，我觉得工作没有什么高尚还是低贱之分吧。但是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就是养老这个东西，就干养老院，就是福利院呐之类的，就是有点下等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关键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思想方面吧，就是因为照顾老人肯定要有屎尿之类的，对不对？因为就是做这行的，所以他们也觉得这个工作太脏了，太累了。其实我觉得还行，因为咱们养小孩的时候也是有屎有尿，对不对？但老人把咱们养大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老的送走，把小的养大。这是不是我们这一代，是每一代人都要做的一些事儿。我觉得这个工作对我感觉来说，算是非常高尚的一个工作吧。它的根据你的就是那个养老院的规格，还有就是申请的资质不一样，它里边服务内容也不一样。我就说一下我在的地方吧。我在的地方它是有服务型的老年公寓。老年公寓的话，意思就是说，他们就是租一间房子在我们那住，所以我们管他们住，然后管他们吃，然后房租的话，他们每个月要交房租，这是固定的一个支出。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一个月大概10几万日元吧，具体10几万忘了，13万左右好像是。然后几乎是把水电费啊、水电之类他们也要自己交，然后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几乎是每个月20万日元不到，就是一个月。所以在我们这算是一个比较高档的一个，在我所在的三重县算是高档的了，已经就这个收费。
然后像你说的那个服务，就去他要求的服务，比如说去打扫卫生，比如说去洗澡，像这种类型也是根据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家人，还有就是他们的有个叫care manager，就是照顾他们的有一个算是经理人，就包括就是去医院呢，还有就是各种东西协调的中间人，算是协调的一个人。根据他们就是还有我们这边设施这边的人一起商量，比如说这点身体不太好，所以需要增加点洗澡的项目，因为比较脏，或者是房间有点不太干净，需要把房间打扫一下，需要增加的这个项目，这个是可以后来聊，就是根据人的身体状况去制定一个服务项目。不管是谁吧，你只要就是第一次来去养老院，大家都不愿意，为什么？因为自己的家里还是最舒服的。比如说去养老院，他们就心里特别不舒服。但是在我们这几乎是，待个1个星期或2星期，他们就适应之后就会特别容易接受，因为有很多跟自己一样的就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嘛。然后这样的话会，对他们来说会非常的，就聊得来，有话题，然后有吃饭呐、洗澡呀，不用自己操心，省事省很多。他们也会很习惯，家人也会特别感谢之类的，但是也会碰到一些就是不讲理的人，哪儿都有。比如出个什么事儿，他们也会给你，不能说骂人打架那种没有啊，就是会给你找你理论的那种，也会有。